兄弟呀！我的好兄弟呀！我的好兄弟呀！绞杀战和反绞杀战的斗争整整进行了1年。不管美军如何轰炸和破坏，志愿军的运输线始终没有中断，保证了前方作战的胜利。洪学智和几十万志愿军后勤指战员用自己的生命和智慧，筑起了一条打不垮、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。同志们，我们今天召开志愿军党委会议，主要是传达毛主席和周恩来的讲话精神，总结我们反绞杀战过程中的教训和经验。反绞杀战以来，敌人使用了各种手段，破坏我军的后方运输，但是我们的运输不但没有中断，反而提前半年完成了后勤运输任务。现在我们可以说啊，绞杀战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。当然，这胜利不胜利，光靠我们自己说了不算。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认，虽然他们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努力，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，但共产党仍然以顽强的毅力把物资运到了前线，创造了惊人的奇迹。好。还有，美国空军也承认，由于共军后勤系统的灵活，绞杀战未获得成功。好啊，同志们，这是1个星期前，朝鲜政府为表彰志愿军出国作战1周年，特别颁发给我们彭总的，这可是很珍贵啊！朝鲜最高级的1级自由独立勋章。彭总，同志们，抗美援朝已经1年多了，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，也获得了巨大的战果。朝鲜人民感谢我们，给我们授勋。但是这枚勋章不是奖励给我一个人的，我彭德怀去接受这个勋章，是代表志愿军来领这个勋章的。但是如果论功行赏的话，这个勋章应该奖给大后方支援前线的同志们。从前方讲，应该奖给洪学智同志。好啊！老总啊，可不能这么说呀，不能这么说。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因为洪学智同志是保障后勤的，他的工作最艰苦，他做了大量的工作，没有他卓有成效的后勤保障工作，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。哎呀，洪学智这个人呐，批评过，骂过，也骂错过。但是今天我要说句公道话，这个洪大个子就是能够任劳任怨呐。任劳任怨。哎呀，彭老总啊，你说我不任劳任怨又能怎么样？你彭老总骂对骂错，你说我还能跟你吵架呀？我也不能背着包袱前进嘛。朝鲜战争进入停战谈判的阶段，志愿军则进入了坚守阵地的防御战，并发起夏季反击战役，有力地配合了谈判桌上的斗争。当年冬天，洪学智从前线回北京，
向毛泽东汇报朝鲜战场的后勤工作情况。洪大个子啊，哎，来，坐。主席您请坐。哎，坐嘛。我今天呐，请你到我家里来，是想让你尝尝一道菜。谢谢主席。来，上菜。哎呀，真香啊！哎，尝尝嘛。好，我还真是有点饿了。我来块。洪大个子啊，你尝出什么神仙美味了吗？这是红烧肉啊！哎，对嘛，是毛氏红烧肉，我家秘制的红烧肉啊，你在别的地方，哎，是尝不到的呀。好吃，好吃。哎，快吃。主席啊，我们家乡啊也有这道红烧肉，可是这个味道啊，没有你这个好吃啊。此言差矣呀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是大别山人，老家是安徽金寨的，和王明是同乡啊。哎呀，主席啊，您的记性真是好啊！我就是安徽金寨人。你们金寨出高人呐！我这碗红烧肉啊，就是你们金寨的厨师烧出来的。今天为了犒劳你这个从前方回来的大功臣，我是特意炒了伙食标准呐，招待你吃你们家乡的厨师为你烧的红烧肉啊！啊，谢谢主席啊！我招待你吃红烧肉啊，可我们前方的将士们能吃上红烧肉吗？现在朝鲜前线的部队主要存在的是供应上的问题，部队普遍缺乏营养，很多战士都得了夜盲症。应该给战士们增加营养啊！是啊，想想办法吧，一定要治好战士们的夜盲症。最起码每个战士每天能吃上1个鸡蛋，这一点你们还是可以做到的嘛。鸡蛋我们还是有的，但是往前线运太不容易了，不但要转好几次火车，而且敌机轰炸的也很厉害，弄不好就打碎了。你们能想想办法吗？比如把鸡蛋做成蛋粉，从国内往前线运，供应部队。这倒是个好办法，我回去就去落实。好，来，再给你努力加餐饭。好，谢谢主席。好吃啊！好吃吧？哎，好嘛！确实是啊。战士们吃的怎么样？战士们现在吃的都是从后方带的炒面。只是吃炒面会不会有问题啊？炒面吃多了会烧心的。是啊，吃不上热饭是不行的呀。是啊，你要想尽办法，要让战士们吃上热饭。
战士们的条件非常苦啊。由于战斗频繁，各作战单位战斗的位置经常不断的变化，加上天气严寒，运输队不能及时到达，大部分战士只能吃随身带着的炒面，应付冲击啊，并且只能用凉水去泡面，全靠我们的战士们坚持克服。是啊，这个我有体会啊。我们的部队啊，真不愧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。是啊，能吃苦，英勇善战，战士们非常可爱。由于我们没有制空权，敌人的轰炸机集中轰炸我们的车站和运输车队，我们现在只能采用不用车队，让战士们携带物资的方法来运输。哦，对了，你说这个问题，我想起来了。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战士们的粮袋子。我们的粮袋子都是40斤的，40斤的粮袋子背在身上行军打仗，实在是不方便啊！这分发起来也很困难。看起来是小问题，可是在你们那里就是大问题。以后要改成20斤的。大个子就背2个，小个子战士让他背1个。另外我听说还有很多部队还穿着布鞋打仗。是啊，那不行啊！布鞋不经穿呐，那是礼拜鞋，穿上个6、7天那就磨坏了，一定要改，要想办法。陈明同志，您想得很细心呢，也很实用。我们还要再仔细想想，看看还有哪些困难。你们在战场上总结经验，研究出一套后勤工作的方法，很好。薛志同志，我祝你们在战场上取得更大的胜利。陈云同志，放心吧，我们一定胜利。我呢？怎么不认识你爸爸了？爸！哎，爸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回来也不告诉我一声。爸爸回来汇报工作，完了还得走呢。你看什么？第一次看你穿这身军装，真帅！臭小子，会逗你老子了。走。来，爸爸背着。哎呀，走。哎，爸爸。哎。儿子，家里都挺好吧？妈妈忙着幼儿园的事儿，几个弟弟妹妹都在读书，成绩都不错。哎，对了，爸爸，你还没见过我醒华姐吧？是啊，心里一直惦记着，就是还没机会见。你杏花姐姐回来以后还好吧？姐姐不太爱说话，大概从山西回来后还不太适应。妈妈幼儿园的事情多，有时候忙起来顾不了家。那天妈妈又要去幼儿园，我还听到姐姐在问妈妈，是不是又要扔下我不管了？你妈妈怎么说？妈妈告诉姐姐，我们的爸爸和幼儿园孩子的爸爸妈妈都在前线打仗，希望能够理解她。我们欠杏花姐姐太多了。
你长大了有时间啊，多陪陪姐姐和弟弟妹妹，替妈妈分忧。知道了。好。哎，我差点忘，你把你上学期的成绩单拿来给爸爸看看。爸爸，这什么这？哎，你不会又告诉我说你把成绩单给弄丢了，或者是落在同学家了吧？啊？去拿过来。我看看。语文5分，数学5分，体育2分。哎，虎子，这怎么回事？啊？这2分就不及格吗？这体育不是你的强项吗？体育课长跑，我偷了懒儿啊，抄了近路，被老师发现了，所以……你个臭小子，你长跑跑不动，你可以慢慢跑吗？你为什么抄近道啊？你年纪轻轻的啊，就想着投机取巧，那要是长大了，那还了得？那老师给你2分，那还算对你客气。要是我不给你0分才怪呢。爸爸，我错了。错了就完了。走。去哪儿啊？操场，咱们重新跑一遍。哎，把帽子拿上。啊。走。儿子，这个操场呢，1圈400米。你们体育课的时候，老师让你们跑多长啊？老师让我们围着学校跑1圈。好，那咱们今天就跑3圈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，把衣服脱了。帽子。好，准备，开始。加油，坚持到底。加油，加油，坚持。最后1圈了，咱们来个冲刺啊！爸爸陪你跑，加油！快！来，儿子，爸爸陪你跑，走。儿子，坚持。坚持到底就是胜利。前面就是终点了，咱们冲刺，快！加把劲儿，快！就冲刺了啊！好样的，来！哎呀，今天辛苦了。报告首长，不辛苦。臭小子，儿子，有时候啊，你落下什么，后来就得补上。你今天不补，那日后啊，你自然就得加倍补上。你看这老天，他不会说话，但他什么都看得见。这人呐，就是要凭良心做事，这就叫做养不愧天。我知道了。记着，儿子，你要是带着投机取巧的心理，是做不成事情的。人生的路上，没有近道可抄。我记下了。好小子。
志愿军的夏季反攻战役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，特别是金城反攻战役，使敌人损失惨重，迫使他们不得不在朝鲜停战协议上签字。7月27日，停战协议在板门店签署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举行了授勋典礼。洪学智获1级自由独立勋章和1级国旗勋章。金日成宴请了志愿军领导人。这次真是太好了！干杯！是啊，来干杯！首长，慢点。首长好，首长好，你们好，首长好，首长好，首长好，好，首长好，首长好，首长好，你们好，首长好，首长你们好啊！你们辛苦了啊！首长辛苦了。好，首长好，首长好，好啊！你们辛苦了啊！好好休息，好好休息啊！首长，看得出来，您今天可是真高兴啊！高兴，美国佬乖乖的签了停战协议，我们的官兵们不用流血牺牲了，我高兴啊！首长，咱回吧。啊不，等一下，你跟我出去一趟。首长，这天都黑了，您还要去哪儿啊？停战了，我们得告诉老强一声。走。老强啊，我们来看你了。老强。老强，停战了，你听见了吗？你看见了吗，老强？美国鬼子被我们打跑了，打得没脾气了。你们的牺牲啊，总算是有个结果，可惜啊，可惜啊，你没有亲眼看到。安息吧，老强啊，过不了多久，我们就要回国了。可是你留在这儿，我这心里放不下呀！好，厉害！好，厉害！
掏枪！我的好兄弟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把你带回去的，带你回老家，回四川老家。你还细吧？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，洪学智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，到南京军事学院进修学习。小妈，回来了。哎，哎，都收拾好了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跟搬家似的。你这次去南京学习不是1天2天，得住上1年半载的呢，够用了。我就是当个学生嘛，用不着带这么多行头。还是多带点衣裳，好换洗。我这次到南京学习啊，我一定要抽个时间回老家看看。早就该回老家看看了。是啊，自从3年前我接到双河从老家来的信，才知道我大爷、大娘和姐姐都已经不在。我多少次在梦中啊，总是梦见他们。洪学智在南京军事学院进修期间，终于有机会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故乡——安徽金寨双河镇。乡亲们好，首长好，首长好，首长好，乡亲们好，首长，你好，你好，首长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姐，回来了，你好，哎，首长好，山根叔，学智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山根叔，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学智啊，难得你还记得我呀，记得呀，山根叔。当年您老人家可是我们茶厂顶呱呱的考察高手啊！好汉不提当年勇啦！我记得当年呀，我还想收你这个徒弟来着，你不干，非要去当红军闹革命。山根叔，现在革命成功了，我不是回来了吗？啊，我这个徒弟您老还收不收啊？哎，那可不敢。你现在啊是国家的栋梁了。记得当年你离开的时候啊，我这胡子全是黑的。是啊，瞅瞅，胡子全白了。山根叔，哎，首长这些年在外面打天下闹革命，哪一天也没忘记咱们双河镇的父老乡亲们呐。好啊，好。桂华，桂华，来来来，哎，快来来见见我的首长。哎，这是我的媳妇儿桂华。首长好。好。你好，这是我儿子。哎呦呦呦，大儿子，来抱抱，抱抱抱抱，抱抱抱抱，哎，这么大，哎呦，哭了哭了，还让妈妈抱，来来抱抱，娘来抱。
哎呀，双河，你小子有造化啊！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，如今呢又娶媳妇儿啊，又当了爹。首长，那不都是托了你的福吗？哪是托我的福啊，那是你自己的福。我说的是真的。当年我们在雪山的时候，要不是你把我背下来，我现在早就是一把骨头了。是啊，首长，双河他总是提醒您，说是您啊带他参加红军，要不是您啊，他早就没命了。是啊，哎，桂华，那双河有没有跟你说起过，他跟我10几年，受过苦，遭过罪，也经历了不少生生死死的场面啊？说起过，说起过。双河他总是说首长您啊对他可好了。但是这小子也跟我发过脾气，耍过驴啊！双河啊，你胆子不小啊！真有这事儿？真有这事儿。当年我们过草地的时候，上上下下没饭吃，要饿死人了。我让他杀马，这小子他就是舍不得，发脾气撂蹶子，跟我没完没了啊！那马到底是杀还是没杀呀？要不是那几顿马肉啊，我们当初啊早就见了老祖宗了。是。哎，山根叔，哎，咱们到村里去看看吧。走，走，首长，走。山根叔啊，当年这老樟树怎么没了？怎么只剩下树桩了？这棵几百年的樟树啊，被烧了。白匪军进村的时候，烧了大片村庄，连树也砍了。唉。学志，学志，你要走了，把这个拿着。学志，你要走了，自己多多保重啊。姐，你也多保重。我走了。再见。大爷，大娘，姐姐，学志回来了。那一年你离开家乡之后，村里的人呐都遭了难。国民党在这山前山后清共剿共，实行坚壁清野，制造无人区。金寨前后100里的村子都毁了。
老强走了，是为了我。我还记得老强刚刚解放过来的时候，为了给他戒掉大烟瘾，你们两个还闹了一点小矛盾，为了这个护身符还打了一架。可不打不成交，从此你们两个成了生死与共的战友。其实老强走了以后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吴老强，你刘双河，还有金寨的父老乡亲们，才是我洪学智真正的护身符啊！洪大哥，革命成功以后，我刘双河卸甲归田，老婆孩子热炕头，我过上了好日子。可是吴老强却带上了护身符，继续和你同甘共苦，生死与共。我知道，要是我还留在你身边的话，牺牲的该是我刘双河，活着的该是他吴老强。他是为了我在光荣殉职的呀。双河，现在我要把这个从吴老强手里接过的护身符物归原主了。大哥，我还想回到你的身边。双河，现在和平时期了，不像战争年代那么风雨来雨里去的，枪林弹雨的闹革命，不会有什么危险。你呢，孩子还小，家里也离不开你，你还是先留在金寨吧。好，大哥，你什么时候需要我刘双河回到你身边，你发个话，我刘双河绝对二话不说，随时听命。好。什么都不喝，还说呀，晚上睡觉前我不能喝茶，睡不着觉。哦，后来我跟他说是家乡的茶，你猜怎么着？他呀，马上就精神起来了。这小子，我俩呀是左一壶右一壶，谁都睡不着觉了。首长，今天咱们就喝个痛快。上官寿啊，我记得当初你也有一个侄子参加红军了，回来了吗？回不来了。听说早在四川打仗的时候打死了。老婶子，我听说你儿子当初也参加红军了，有音信吗？没有回来。首长，咱们县民政局对金寨去参加革命牺牲的烈士做了统计，当年金寨10万青年
都去参加了革命，大多数都没有回来。平均1000个人里，只能活下来1位。我洪学智就是那1000个人中回来的那一个。就用这碗茶来祭奠那些参加了红军却没回来的999个吧。不能忘了他们了，不能忘了。1954年2月，洪学智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参谋长，后任部长，领导全军后勤实施了一系列历史性的重大转变，领导并实施了部队薪金制、军衔制、义务兵役制等重大制度改革。1954年，我军进行了服装改革，为1955年授衔做准备。主席，请。这是我们设计的军服，这是领章。啊，这是士官的，这个是尉官的。你看，这是元帅的肩章，这个这是大将的、都要好中将的和少将的。你看看，那边是其他军官和士兵的。哎，这个盖得不错，你看。大家没有什么意见了吧？报告主席，对于衬衣的领子，几位老总的意见还是不同意。衬衣领子，还有几位老总意见不一。学智啊，你说说看嘛。彭总认为要做成圆领，不赞成搞成翻领，这样可以节省很多布。陈总认为还是做成翻领比较好看。也不容易把外面的军衣领子弄脏。搞圆领衬衫就是为了节省布啊！哎，翻领好看，就不要考虑节省布料嘛！啊，好，好。周老头，你看这个设计的很宏伟啊！来，我看看。朱老总啊，这是什么军衔呢？这是空军上校军衔，这一批都是空军的。对。1955年9月27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仪式在国务院礼堂隆重举行。42岁的洪学智被授予上将军衔，成为57名开国上将之一。首长，这个果洛军分区到底有多远？我们已经走了快3天了。再远也要到下面看一看。这里兵站的官兵们成年累月的守在这里。这次咱们工作组一定要一竿子插到底，认真的调查研究，切实的解决问题。首长，这边空气稀薄，你要不要吸点氧？不用，战士们长年累月的驻守在这里，他们受得了，我也受得了。首长好，同志们好，首长好，同志们，
常年在高原工作，辛苦了。为人民服务。首长请。战士们平时就吃这个呀？这个，实话实说嘛。首长，这里的条件只有土豆、罐头和压缩饼干。能吃到青菜吗？有时候好几个月也吃不上一口青菜。人不吃青菜不行啊。首长，这是战士们铸的地印子。首长，这里的蚊子特别多，也特别厉害。今天刮了风，要不然更多。更多？什么意思啊？战士们大白天也得把袖口、裤口给扎紧，还得戴防蚊罩和手套。有这么厉害吗？哎呀，这蚊子太厉害了，这么大个儿，咬一口像针扎似的。可不是嘛。战士们都说这地方老鼠泛滥，大祸害，3个蚊子一盘菜，特别是那蚊子，就跟小飞机似的，叮你哪儿一下，哪儿就会起个大包。这被褥这么潮，战士们怎么能够睡好觉呢？战士们都习惯了。行，今天晚上我也睡这儿，感受感受。首长，有帐篷，怎么能让您睡这个地方？没关系，当年我在大别山打仗的时候，也住过地窝子。首长，明天去兵站还得赶路，您总得好好休息一下吧。对，您还是住帐篷吧。首长，大致情况就这样。你们这个地方实在是太艰苦了，我会尽快安排经费，尽快让你们这个地方盖上砖瓦房。我们再也不能让官兵们住地窝子了。谢谢首长。应该谢谢你们，你们成年累月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执行任务，真是很不容易啊。首长，太晚了，您休息吧。好，你们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啊，好。首长，水打来了，您洗洗吧。好。你们2个今天晚上给首长放哨，有个重要的任务，就是不能让地老虎进了帐篷。要让首长睡个安稳觉。您放心吧，发现地老虎，我们就立刻拍死。不成，你们的动静太大，让首长怎么睡觉啊？这样，你们俩发现地老虎后，要悄没声的把地老虎给活捉了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让首长睡个安稳觉啊！我走了。好。走。首长，再往下面走，翻山越岭，就没有公路了，只能骑马了。我这好多年没有骑马了，那咱们就骑马去。走，首长。前面路很难走，你还是住在这里。我们了解了分队情况，回来再跟您报告。是啊，首长，还是别往前面走了。我们必须要一竿子插到底，我们不能像葫芦掉进井里啊！表面上看是深入下去，其实呢，还是漂在水上。我
必须要到边远的地方去看看兵站的同志们。上马！撤！我在北京就听说了，边防战士们的生活条件很艰苦。可到底艰苦到什么程度？不来不知道，一来啊，这像猫一样大的老鼠，就吓了我一跳。这里的条件很艰苦啊，风沙多，老鼠多，蚊子多。除了这3多之外，还有3少。砖木结构的房子少，蔬菜少，树木少。往后呢，总后要专门的拨款，在这个地方多建一些砖木结构的房子，想方设法种菜、种树。首长，这地方全是沙石瓦砾，种树难呐。当地人说，养一棵树比养一个孩子还难。再难养我们也得养啊。格尔木、果洛，还有玉树、柴达木和甘南，都是有着战略意义的地方啊。自从西藏和平解放以后，进藏的部队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们，他们的一粮一草、一针一线，都靠这条青藏公路来保证供应啊。你们的这个地方，就是这条运输线的中心枢纽啊。所以大家守在这里，意义非凡呐。但是总是让你们睡地窝子，吃不上新鲜蔬菜，我于心不安呐。今天，我们大家一起下个决心，一定要把格尔木建成一片美丽的绿洲。好。首长说到我们心眼里去了，只有绿洲才充满生机，才留得住人呢。不过有句老话，远水解不了近渴，就怕首长一回北京。你放心，我不是远水，我今天向大家保证，经费马上就会拨下来。但是我把话说到前面啊，经费拨下来，一定要专款专用，请首长放心。好，放心吧，首长。请首长放心。战士们住的营房的窗户和门都需要加固啊。记住了。这个地方晚上的风沙大，窗户必须要修结实。好的。这些地方都需要再加固。知道了。是，不然战士们晚上睡不好啊。同志们如此艰苦的条件，我心不安呐。走，去那边看看。首长请。这些都是准备修建营房的材料吧？营房修建还是要抓紧的，尽快解决战士们的住宿问题。前面是什么部门啊？那是我们部队的营房，去看看。同志们，目前我们营房的情况不容乐观，很多建筑亟待加固，广大官兵住在这样的环境下是不行的。我们后勤部门要充分的重视，尽快的加以改善，这样才能使战士们安心的守边防啊。这里的海拔是多少？2800米。你们经常下到基层吗？经常过来。走，上马。报告。洪部长，北京来电，请您马上回去开会。开会？好，你们等一下，走吧。喂，我是洪学智啊。洪部长，军委通知您立刻返回北京开会。能不能晚回去几天啊？我想跑完下面几个兵站再回去啊。首长，不是开一般的会，是党的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，您是党代表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赵站长，到。
这个会太重要了，我必须要回去了。你们接着往前走，记住，一定要把每一个兵站都跑到，把基层的困难和问题一定要搞清楚。是，首长。好，出发吧。这。 1956年9月，党的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洪学智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。同年11月，任中央军委委员；12月，被任命为总后勤部部长、党委书记，时年43岁。老百姓吃饭的问题还是大问题啊！老哥，老哥，别走啊！老哥，老哥，老哥，你刚才哭什么？能不能跟我聊几句啊？老哥，今年的收成还不错吧？你应该高兴啊。是什么事儿让你这么伤心啊？我老哥，我以前也是庄户人家呀，和你一样啊，什么农活粗活我都干过。不信你看看我的手，啊？老哥，来，有什么难处，你跟我念叨念叨。看样子你是位大首长，我们老百姓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，我可不敢随便跟你乱说呀。哎呀，老哥，这老百姓过日子，油盐酱醋茶，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儿，可这哪一件都是大事儿啊！我今天就想听听惹你伤心的事儿。以前我家有10几棵柿子树，这年年满树啊都是柿子，就靠它换点钱，买些个油盐酱醋，还能供孩子上学念书。今年大炼钢铁，说什么要砍树炼钢，可惜呀，这满树的柿子都挂红了，硬是让他们砍掉了树，打掉了柿子，拖去烧炭炼钢，只给我留下了1棵树，就摘这么一筐柿子啊！老弟，你说明年我拿什么去买油盐酱醋啊？我拿什么去供孩子上学念书啊？青藏县工作组的调研报告送上来以后，洪学智马上报告中央军委和国防部，经中央军委批准，向格尔木及青藏线沿线各兵站下拨了专项经费，彻底改善了兵站指战员的生活。1959年3月，洪学智带领3统部工作组再一次亲临青海和西藏。
这比我3年前来啊，变化很大呀。好啊，这格尔木就貌变新颜了。哎，这才像个大兵站的样子嘛。洪部长，2年前您来格尔木调研回去后，上面很快就把修建营房的经费拨下来了，大大改善了部队的生活条件。现在我们在格尔木还种了菜园和树木。不是说养一棵树比养个孩子还难吗？你们这树是怎么种起来的？报告洪部长，这些栽树的土都是从几百里外运过来的。官兵战士们休假探亲回来，每个人都会带些土回来。好啊，好。首长好，你们好。学习呢？看的什么书啊？好啊，继续看吧。虽然已经开春了，但是这高原上的气候还是寒冷啊。这被子是不是有点薄啊？报告首长，我们年轻，火气旺，这被子刚刚好。这被子要是薄了，就往里面多续点棉花，啊，棉花我负责给你们调。谢谢首长。谢什么呀？我的差事就是后勤部长。吃喝拉撒睡我都得负责嘛。吃的怎么样？报告首长，我们的伙食改善得很好了。是吗？是。走，带我去厨房看看。好，你们休息吧。啊。同志们，停一下，总后洪部长来看大家了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，你们忙你们的啊。你们兵站不才10几个人吗？怎么做这么多饭啊？你们都是大肚汉啊？报告首长，一会儿有一个汽车运输部队到这儿来吃饭。哦，汽车运输部队来了。是。啊，行，我来帮帮厨。来，小伙子，我来。首长，哪能让您来做饭呢？你可别小看我啊！我实话跟你说，我在长征路上，我就给刘少奇主席和彭老总做过饭，他们可都夸我做的饭好吃啊！哎呀，首长，别把衣服弄脏了。哎，把你的围裙给我。来，哎，穿上。像不像3分样啊？咱们干起来看。首长，你这做派真像我们炊事班班长啊！像你们炊事班班长，那不很好吗？是啊。大家快来，为你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，还有酒呢。今天晚上大家就住在兵站。是。好，都饿了一天，赶紧吃吧。坐，来，赶紧吃吧。大家慢慢吃，还有菜，我去给你们拿。来，我给你倒上。来，自己倒吧。这羊肉一点膻味都没有，做的真好吃。哎，要是好吃啊，你们就多吃啊。这羊肉是你炖的？是啊。上回在这里吃的羊肉膻味太大，你这个羊肉做的特别好。你啥时候调过来的？我是刚来的啊，刚调过来就被我们遇上了，我们真是有口福啊！吃了你的羊肉，大伙儿一辈子都忘不了。你说咱大伙儿是不是该敬大哥一杯啊？啊，对，来，敬大哥一杯，敬大哥一杯。哎，别，大哥，同志们啊，你们天天在这儿这么辛苦，我给你们做顿饭，你们就尽量走啊。哎，大哥，这是我们应该的。来，我敬你。来，谢谢啊。
来，大哥，坐下吧，大哥，一起吃吧。好，来坐这儿。哎呀，你别说，我还真是饿了。来，大家一起吃。是，好。春水大哥，你多大了？我啊，40多了。40多了，那都可以做我叔了。啊，是啊，你看你们都是年轻小伙子，我当然可以当你们叔了。你们都什么时候入的伍啊？我是新中国成立那年参军入伍的。我也是。我是志愿军入朝作战那年入伍的，但没当上志愿军。我今年21岁了。叔，您是什么时候入伍的？哎呀，要是说我入啊，那可就早了，我都当了20多年兵了。20多年了？是啊。那您参加过渡江战役吗？参加过。打过日本鬼子吗？打过。那你当过红军，爬过雪山，走过草地，参加过长征没有？你还别说，我还真的当过红军，我爬过雪山，走过草地，这些我还都经历过。哎，大叔啊，你菜做的这么好吃，吹牛也吹得这么好。哎，你们大家都不相信是不是？不信，大叔，你要是走过长征，打过鬼子，参加过渡江战役，你还在这里给我们做饭？要是那样的话，你早就是个大首长了。就是啊，叔，你40岁了，当兵20多年了，还是炊事班班长，那你娶媳妇了吗？是啊，娶了。我跟你说，我那个媳妇在长征路上，还是咱们后勤供给部的一个班长呢。哎，我可不信啊，这讲故事太厉害了吧？就是啊。哎，赵站长，您来的正好，快坐，听听这位炊事班班长给我们吹牛皮嘞！你们怎么这么说话？真是的，这不是炊事班班长，这是首长。首长。赵站长，你可别吓我们呐！这是咱们解放军总后勤部的洪部长。啊？真的呀？洪部长，首长，您快把围裙解下来。好，我这个炊事班长今天就下班了。哎，你们坐下来继续吃啊！你真是洪部长？你看你这个小伙子，我说话你不信啊？你看这还有假吗？这是上将，比军长还大呢。洪部长这次进藏视察咱们的兵站工作。首长，对不起，我们不知道您是首长，我们谁会想到首长会给我们做饭炒菜呢？是。我是后勤部长吧，同志们，在高原工作辛苦了。再说了，你们的运输关系着西藏平叛战斗的成败，我为你们做一顿饭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啊，来，我这个当叔叔的敬你们战士一杯。敬首长一杯，来，干杯！1959年7月，洪学智接到命令，从世界屋脊匆匆赶到庐山，从此他的命运发生了逆转。首长请。报告。进来。报告洪部长，我是大会的工作人员，根据大会安排，你今晚看看彭德怀同志写给中央的报告。在明天的大会上，请您表个态，发个言。好。过去一个时期，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分散了一部分资金，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，这是一个缺点。
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，对这一点体会不深，认识过迟。因此，1959年不仅没把步伐放慢一点，加以适当控制，而且继续大跃进。这就是不平衡现象，没有得到及时调整，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。洪学智看了彭德怀的万言书后，觉得彭德怀反映的情况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。彭总敢讲真话，敢讲实话，是忧国忧民的表现。在第2天的会议上，有人揭发彭德怀的罪行，但洪学智选择了沉默。进来。老首长，牛大伟，你好，你好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我在江西工作呀，老首长。这次庐山会议也通知我参加。好啊，来来来，快坐。来来来，坐。老首长，今天的会上您一直沉默不语，我很替您担心呐。您得说一句呀。说什么呀？违心的话，我洪学智说不出口来啊。老首长，人家现在都在揭批彭老总，人家都说在抗美援朝期间，您跟彭老总的关系很不一般。他是司令，我是副司令，他是我的上级，我执行他的命令，这不很正常吗？在有些人嘴里，这就是问题。彭老总得到朝鲜国际勋章以后，说过一句话。哪句话？彭老总说，如果要论功行赏的话，这个勋章从大后方讲应该给高岗，从前方讲应该给洪学智。对啊，他是这么说的。那他是强调后勤保障对前线作战的重要性，那是对全体后勤人员的嘉奖啊，这有什么错吗？还不止这些呢。朝鲜战争第5次战役以后，彭德怀同志说，洪学智连着3次提把敌人放进来打的意见是正确的，他没有采纳。他说了，怎么了？就有人拿这话说事儿呢，说这彭德怀是如此器重洪学智，所以后来才让他当了总后勤部长。哼，老首长，您再不开口的话，恐怕后果会很严重。明天的会上，您就表个态吧。要说犟，我是个犟人，您现在比我还犟。犟要分个时候啊，老首长。老首长，长征路上您救过我的命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无论如何也得劝劝您，您就表个态。谢谢你的好意啊，老首长，我真是好意，您就听我一句吧。啊，我明白。老首长，您多多保重，我告辞了。啊，牛大伟啊，再次谢谢你的好意，保重，保重啊。保重。喂，我是洪学智啊。老洪，听出我的声音了吧？你还没睡啊？没有啊。晚上睡不着就好好想一想，明天会上你还是表个态啊，不要一句话也不讲。
好啊，谢谢你的好意啊。多年后，洪学智这样写道：一个革命者，一个共产党人，不仅要经得起对敌斗争的考验，还要经得起党内斗争的考验。我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，就有献身的准备，再苦再累，甚至面对死亡都毫无畏惧，心里坦荡，视死如归。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，必须敢于坚持真理，坚持原则，尊重事实，秉公直言。如果见风使舵、陷害同志、编瞎话、说谎言，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。在庐山会议上，洪学智坚决不讲假话，不讲违心的话，一直保持沉默。1959年10月，他被免去总后勤部部长的职务，随后离开部队，被下放到吉林省农机厅任厅长。张文啊，这身衣服穿不着了，帮我改改吧，到地方上还可以穿。都拆下来吧。哭吗？有什么好哭的？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你怎么就成了一个有问题的人了呢？你的人了呢？我这大半辈子什么没有经历过，我现在还是共产党员，照样还能干革命。这辈子你跟着共产党出生入死，你对党的心，连老天爷都知道，这怎么就有问题了呢？不要发牢骚了，我实话实说吧。我这一次虽然降了职，但是我心里很坦然呐。你心里还坦然？我这些天就想着庐山会议上的事情，很多事情我也想不明白，但是在会上，我没说一句昧良心的话，我问心无愧，所以我很坦然。你的工作已经安排了吗？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工作已经撤销了。我想你去东北，我不放心。
多苦多难我都跟你一块儿去。你跟我去东北，那孩子们谁照顾啊？洪虎已经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，还有3个孩子正在上初中啊。杏华从农村接过来之后，身体一直也不好，现在他正在医院接受抗结核的治疗。我最担心的就是杏华的身体啊。杏华你不用担心，他是个坚强的孩子，他会照顾好自己的，你放心。红虎啊，也长大了，让他学着照顾自己。我想啊，大的都留北京，小的都带东北去。好吧，那就这样吧。来，穿上试试。戎马大半生啊，从今往后就要告别部队了。1960年4月18日，洪学智和张文带着3个孩子离开北京，下放到东北吉林省。大姐，那边天是不是也开始冷了？对呀对呀，你穿的太少了。东北这片土地多好多美啊！在这里，我参加了整个东北解放战争，让这片肥沃的黑土地回到了人民手中。在这片沃土上，留下我和战友们多少来去匆匆的脚印呢？今天我又回来了，是作为一个建设者而来的。无论世事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，我洪学智绝不愧对这片美好的土地。1960年5月，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第一次出访中国。这位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指挥了著名的阿拉曼战役和诺曼底登陆的杰出军事家，此行只做了5天的安排。在会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之后，蒙哥马利元帅向陈毅元帅提出想见一位中国将军，因为这位中国将军在朝鲜战场上创造了惊人的奇迹。这位中国将军就是志愿军后勤指挥官洪学智。蒙哥马利元帅当然不知道，此时在他眼中名扬于世的洪学智将军已经脱下军装，带着家眷
寻找新的住处。洪厅长啊，到了，好，来吧，谢谢。来，小心台阶啊！洪厅长，这是农机厅宿舍，暂时没人住，有点简陋，您将就将就。有合适的房子，我再通知你。好啊。还有，明天呢，我们农机厅给你派个秘书，陪你去省政府报到。好的，王处长，辛苦了。好，那我先走了，再见。来，咱们把房子收拾一下。往后啊，咱们就在这里住下了。你好，洪厅长吗？啊，我是啊。哦，我是周副省长的秘书小张。周副省长在这儿分管农机厅，您还是先见见他吧。好的。啊，您请。里边请。好，就这样，你去吧。嗯，好。请。周副省长，从北京新调来的洪厅长前来向您报道。周副省长，我来报道。老首长，老首长，您来了。哎呦，周干民呐！对呀，我是周干民。哎呀，怎么是你呀？哎呀，干民呐！老首长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洪厅长，周副省长叫周光。这明明是周干民吧？周干民我还不认识吗？你去吧。嗯，好。老首长，我现在改名字了，叫周光。什么时候改的名字？咱们延安一别，我调到晋察冀工作去了。由于工作的需要，改名字了。哎呀呀呀呀！不容易啊，真是不容易啊！你说咱们俩这么多年还能在这儿见面啊，缘分啊！真是啊，这么多年没见面了，你进步真快啊！啊是啊，老首长。哎，不，干民啊！哎，不，应该叫周光。周光啊，现在不能再叫老首长了啊！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的下级，你是我的上级。您可千万别这么说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您都是我的老首长。哎，不，老首长，您快坐，快坐吧，来，坐下说，来，快。哎呀，哎呀，干民呐，头发都白了。老首长，你的头发也变白了。在宏大那2年，让你受苦了。哎，锻炼嘛。您开国上将，后勤部部长，怎么跑到厦门来当厅长来了？哎，服从组织安排嘛。共产党的干部要能上能下，能官能民。你说想当年我一个放牛娃，一个农民的儿子，现在能当厅长，我管农业方面的事，那不是挺好吗？啊，您什么时候来长春的？昨天到的。昨天？您到下面来工作，我已经听说了。可处长怎么没跟我汇报啊？谁接的你呀？省政府接待处的王处长。啊，住哪儿了？
住在省农机厅的宿舍，挺好的。你一个人来的吗？你嫂子也来了，还带了3个孩子呢。好啊，带我去见见嫂子，顺便看看孩子。好啊，好。哎。哎，张文，哎，你看看谁来了？嫂子认不出来我了，周干民，现在改名叫周光了。干民啊！是我嫂子，改叫周光了。哎呀，周光，你怎么来长春了？哎，巧了，我今天去省政府报道，遇到的第1位领导就是他。他现在是吉林省的副省长了。哎呦，这可真是好事儿啊！你这得是10多年了。对啊，可不10多年了吗？10多年都没见了。哎，快坐。快坐，来，坐。嫂子，别忙了。老首长，哎，谁安排你们住这儿了？哦，省政府接待处的汪处长。连个像样的桌子都没有。你看这沙发，哎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初来乍到，有地方住就行了。那不行，这让我于心何忍啊！王处长，你是怎么搞的？洪学智将军从北京来吉林省工作，按理我们省领导要亲自去接，你不但没有汇报，却自行去接站，这不仅仅是对洪学智将军的不公，而且违反正常接待规则。你又把他安排那简陋的房子里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周副省长，我认为洪厅长是犯了错误的人。你想想，他正因为犯了错误，才下放到咱们这里当厅长的。是，我没有请示领导，就去车站接他了，这是我的不对。但是，我也是为了让省领导避避嫌，少点瓜葛嘛。你放屁！我实话告诉你，洪学智将军即便是犯了错误，他仍然是共和国的上将，是一个老革命。王处长，你知道吗？洪学智将军，他曾经走过长征，打过日本鬼子。解放战争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军的司令员，从东北打到海南。抗美援朝的时候，他是副司令员，打败过美国的军队。他出生入死，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。他现在仍然是一个老革命，而且还是正经八百的厅长。王处长，洪学智将军从北京来吉林工作，你千万不要另眼相看。我们共产党最要不得的就是势利眼。明白，明白。我现在就把任务给你交代清楚。我们必须为洪学智将军创造一个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。好的，我这就去办。嫂子，我又给你添了几件家具啊！啊，是吗？来，快进来！哎呀，放这儿吧。啊，放这儿吧。处长，电话放哪儿？啊，嫂子，电话放哪儿啊？你看着安排吧。要不放书房吧？行。来这儿来。啊，来看看我们的新家。哟，回来了，都去玩去吧。啊，真乖，儿子，把伞拿过去。谢谢你啊，周副省长。
嫂子，你也太客气了，叫我什么副省长啊？叫我周光就行了。你本来就是副省长嘛。哟，老首长，当年要不是你救了我一命，我早见阎王了，还什么副省长啊？过去的事了，不提了啊。如今啊，你给我们安排了这么好的住处，我更应该踏踏实实的为党工作。孩子们，这房子好不好啊？好。你们应该感谢周叔叔。谢谢周叔叔。哎呦，这雪下的可真大呀！老首长啊，我家就在那边，有空过去坐坐吧。好啊，到你家找你下2盘棋，看看你的水平有没有长进。哎呦，我真的好多年没有下棋了，我在家等你啊。好好。走啊。将。将。门攻。哎，别！哎，怎么？哎，你干啥？炮在哪儿呢？我炮就在这儿呢。啊，没看见。你这是干什么啊？缓一步行吗？哎，你周干民，你还怎么这样了你？我没看见，缓一步。咱们多少年没见，你怎么又添毛病了你啊？我真没看见。没看见怎么能行呢？下棋你就得集中注意力，你没看见怎么行呢？不能后悔啊！您是老首长，您有大将风度，我本来就下不过你。别！哎呀，输了就是输了，你怎么能悔棋呢？你悔棋能悔到哪天去？不是没看见啊？没看见，我将死你了。好，再来，来，这盘我认了啊。都说人生就是一盘棋呀，其实我觉得下棋就是玩玩，可人生这个棋呀，不好走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唉，老首长啊，庐山会议这步棋你不会啊？哎呀，你又提这事儿干什么？哎呀，我就想不明白了。你说你一个共和国上将，后勤部部长，这冷不丁到我们这儿来当厅长，真的无怨无悔啊？后悔啊？悔什么呀？想当年啊，我家里是穷的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我是走投无路，这才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啊。那个时候，我把我的脑袋别在裤腰带上，跟着共产党为穷人打天下。我时时刻刻准备着流血牺牲。那个时候我什么都没想过呀，根本就没想到我能做官呢。现如今呢，推翻了旧社会，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建设新中国。无论我做什么，无论当什么官，还不是为了把咱们国家给建设好，让国家强大起来，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，是不是？对呀。是，我现在被降职使用，但是我现在呢，没觉得有多懊丧。我还能在工作吗？我还能为人民、为党，我继续做事情，我还有何求啊？最近呢，
我想下去一趟。下去一趟？去哪儿啊？我现在还是农机厅的厅长啊，实现农业机械化，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我想和厅里的其他领导，还有工程技术人员，下到县、乡、村去调查，了解农民的需要，制定发展农业机械的规划、步骤和方法。你看怎么样？好，太好了，那我陪你一起去吧。好，那咱就再下一盘棋啊！我可以让你一回啊！不，这把我绝对不会赢。来，我就不信了。好，来。哎，他们好像拉不动啊！走，帮忙去。来，老乡，来，搭把手，来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嘞。好，慢着啊。大叔啊，送粪呢？啊，为什么不套个牲口，赶个大车来送啊？人都吃不饱，哪有饲料喂牲口啊？还指望老天爷能给我下点饲料啊？哎，你瞎嘀咕什么呀？这是省里来的领导。哎，王县长，我知道是大干部，再大的干部也不顶粮食啊。所有的工人们都在这里吗？对，这都是一线的工人。那台机床是生产什么的？这是生产拖拉机轮毂的。不错，不错，挺好的这地儿。厅长，这面是生产拖拉机刹车片的。小师傅，这一天能生产多少个？这个我一天能做6个。哦，啊，是这样。这个大机器是干什么用的？是生产后槽的。这个车间有多少工人呢？36个人啊。洪部长，听说这所大庙啊，是当年攻打四平时6纵的指挥部。洪学智，你个大骗子！你不让我去山东吗？跑东北干嘛呀？这冰天雪地的，我他妈到了东北我才明白，骗咱们的是黄瞎子和红麻子。你们东庄的问题解决了，真的，真的。哎，太好了，带上。真给我一件啊！太好了！来，首长，我觉得您还生我的气，不生气。您写个字据，我心里就踏实了。陈四妹，我的好兄弟呀！
回来了。啊。是不是累坏了？张婉啊，今天我下去调研，我到四平去了。去四平了？到四平农机场检查工作。没想到的是，农机场的后面啊有一个大庙，那个大庙就是当年我们打四平的时候六总的指挥部。啊。当年六总伤亡了4000多人，很多人我都很熟悉啊，到现在我还能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，特别是那个陈四妹，连个完整的尸首都没找到啊。现在全国解放了，但他们长眠地下。我站在那石碑前啊，我特别的扎心呢。还有让人心里更过不去的，那就是四平的经济建设。我真是没想到啊！现在的四平就跟我们当年打仗的时候差不多。新中国都已经成立10多年了，当地的老百姓还是没有粮食，还吃不饱饭。我站在烈士的名字前，我这心里，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你说当年的那些战友们，我们拼了命的打仗，我们为了什么呀？血肉之躯，粉身碎骨，我们为了什么？我们不就是为了让今天的老百姓都过上幸福的生活吗？我一直在想啊，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，一定要给老百姓多干点事儿，要不然我们将来我都没脸见那些烈士们呢。可是你现在这个情况，估计是有劲儿也使不上了。我还是农机厅厅长，我起码可以把吉林省的农业机械化搞上去，把吉林的农业我促上去，我让当地的老百姓吃得饱，穿得暖。只有这样，我面对我那些牺牲的战友，我才不会脸红。嫂子，双河，双河，你怎么来长春了？出差啊？不是，我特意过来看看你和首长啊。好，快来，不用，进屋去。哎，冻坏了吧？没事。哎呀，来，等多长时间了？没有，我刚到这儿。哎呀，快！哎，快进屋去。哎呀，怎么不打个招呼呢？提前。哎呀，我这不是想给你们个惊喜吗？
哎呀，嫂子，你这个双核呀！哎呀，这棵树可有年头了。哎，是啊。老洪，老洪，快看看谁来了！来，快进来。老洪。哎。啊。快来，快看看谁来了！啊，双核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你个傻小子，你看着我干什么？走走走，走走走，那边走啊！走走走走走。哎，孩子们，这一转眼都这么大了啊！小诗，来，拿着啊！红杨，来，拿着栗子。红晶，哎呀，真好看呐！谢谢叔叔。谢谢叔叔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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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双核啊，这板栗可是好东西啊！我们小的时候，一饿就靠着板栗充饥啊，这可是大别山的宝贝啊！我们进寨以后要多多的种植板栗啊！好，好，出去玩去吧，快吃吧！啊，去吧。你看你来就来呗，还带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这些都是咱们家乡的特产。对了，还有呢，你看，看这鸡蛋，这样都是我媳妇养的母鸡下的蛋，可补了。哎，双核，哎，我这几年没回去，乡亲们都怎么样啊？哎呀，他在门口都站了半天了，可是冻坏了。快坐，快坐啊！哎呀，这鸡蛋够大的啊！好啊，你说说，这些年乡亲们过的不知道咋说，实话实说。58年大跃进的时候，乡亲们呀，跟着吃了几个月的大锅饭，天天是砍树炼钢铁，砍树炼钢铁，最后这钢铁没炼出来，树都砍没了。就这样，还能产出亩产超过1万斤稻谷的卫星。59年的时候就开始饿肚子，吃糠吃树皮的都有啊。那情形就跟咱们当时过25000里长征似的，进寨饿死人了。不过这2年情况稍稍好了一点，也没有人砍树炼钢铁了，也没有人放亩产超过1万斤的卫星了。乡亲们就是每天吃这个稀饭、南瓜、青菜，勉强能填饱肚子吧。首长，不提这个事儿了。乡亲们现在都担心您呢，知道您落难了。我比乡亲们强多了，我落什么难？您就别瞒着我了。咱家乡现在有报纸，有广播喇叭，这都有了。乡亲们都知道您落了难，受了委屈。有人说你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，有人说你是反党分子，甚至有人……别说了，首长，我要说。别人不了解你，我还不了解吗？双核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我还不知道吗？要说你是反党分子，打死我也不信。你那么大声音干什么？首长，我知道您受了委屈，我这次来，我就是想留在您的身边。你说够了没有？我没有落难，没有受委屈，我现在过得挺好的。不，首长，我这次来，我就是想留在你身边，我不想再走了。喂，双核，别往心里去。嫂子，哎，
这么多年没见到首长，他对我都冷淡了。哎呀，哪会呢？你别在他面前提什么落难啊、委屈啊。哦，嫂子，你帮我跟首长说说，让我留在他身边吧。双河，他现在在农机厅工作，我现在呢在一家橡胶厂工作，我俩也都挺忙的，一天到晚也顾不上家，家里还有孩子，这确实需要有个人照顾。过会儿啊，我跟他说去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我看看那台收割机。哎，好。哎，我出去一趟。省里从德国买了一台收割机，准备让农业厅的技术员学习研制。我们有自己的收割机了。好啊。哎，双河，我没时间陪你说话，叫你嫂子给你做饭吃啊。哎，双河想留下来。双河，我家里是需要人，可你家更需要你啊。首长，我想好了，你就让我陪陪你吧。学志，就让他留下来吧。好。乡音未改鬓毛衰啊！从红四军见面到现在，有30多年了。是啊，这往事啊，是历历在目啊。那个时候，你说咱俩啊，谁呀？